今天我们介绍观众敲碗已久的主题——长颗粒的秘密。嗨，各位朋友们，有福喽！频道成立3年多来，很多人跟我说，看了你的影片10来遍，我还是做不出来。你还在烦恼发球不转、拉球没质量、脚步不好吗？我都听见你们的心声了。2023年地表桌球最强研习营第1期开课了，会有我以及邀请一位桌球的大来宾，分享这10几年来桌球的经历给各位。诚挚的邀请您亲临现场，我相信可以给你有别于一般的桌球课程。这样的大来宾利用他们宝贵的休息时间，传授珍贵的课程给各位。非常推荐你来零距离的学习，让你可以立即快速的发现问题点，并且立即改善。如果这样的研习营报名踊跃，我当然希望能够每个月都可以举办一次，让我们一起推动桌球全民运动。来了，我们要宣布第1期的桌球研习营大来宾，奥运国手桌球甜心郑先知，掌声！世界排名最高来到43名，连续14届的成人国手，其他无数的各种经历奖项，我就不一一说明给各位了。本期的课程时间注意听咯，在我们的5月27礼拜六下午2点到6点，地点在我们的台北实践大学。我们会分成大来宾讲习时间为2小时，球友们交流时间2小时。我在现场也会陪大家一起动一动、打球咯。本期的主题为如何提升你正反手的拉球质量。课程的内容主要分成动作的解析、个人动作的修正，最后加上我们先知个人训练的套餐分享给各位。本次的购票方式，请加入杰夫官方的 Line@， 在下方资讯栏我会放上连结。以下几点，请各位务必配合。现场的课程内容只有特定的频道会员等级才能观看。如果你不住台湾，甚至当天你没有办法亲临现场，你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观看当天现场的课程内容。第2点是，现场只收20名的学员，额满就没有办法再追加名额。第3点，现场不开放未报名的人进入，请各位务必配合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广乒乓球运动，不管你是平常就有在上桌球课，还是只是跟朋友单纯打兴趣、打运动，都欢迎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精心帮大家安排的课程。5月27星期六，赶快去抢票吧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乒乓球拍呢，除了平面之外，我们之前介绍过2集短颗粒的秘密，也就是它不是平面的情况下，上面是一粒一粒的状态，打起来会让球产生变化。喜欢我的朋友就帮忙按订阅分享，我们立马开始。今天也不马虎，我们请到我们骑兵乒乓的长颗粒专家。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要知道长颗粒怎么用。等一下我们请他进来，你就知道了，好吗？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林玉群林教练。大家好。林教练，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长颗粒？我大概3年级开始打球，我4年级开始之后就换长颗粒了。你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长颗粒的特色？长颗粒的特色，因为它颗粒本身比较长，它制造旋转的能力很差，因为它不吃旋转。对，因为长颗粒本身就不怕旋转，真的还是很转的，还是会有点影响，但是不会像平面来说威胁性这么强。所以听起来是走防守路线，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加旋转，或者是就算能加也有一个上限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比较不好自己发力。对，长颗粒的主要它的旋转都是借来的。包括它力道也都是用人家的力道来抵消的，所以通常打颗粒的打法会比较偏近台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削球选手，削球，对不对？因为削球也属于防守的一种打法。对，如果你要快跑，或者是你是快攻型选手、进攻型选手，你就需要很多的身体带动去施力。那你要身体带动够多，你的脚步就要够好，因为你要跑到才能去转身体。对不对？那长颗粒基本上我碰到球，对方来多少力量，我就卸回去刚刚好，进台就好了。对，能够上台为主。对，然后加上它又可以去敲成一些比较飘的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说，如果现在的观众你看到我们这一期
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适合用长颗粒？像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，我在评估他适不适合打长颗，就是手腕这一段感觉比较不好的人，或者是再来就是大前提就是脚步比较慢的人。对，那这样子如果2个都有，那我就会建议适合打颗粒。对，但是不见得是长颗粒。现在讲的前提是只有反手的部分，因为通常大部分99%的人正手都还是为平面为主，对，所以你的正手还是可以有攻击性的。对，长颗粒主要它的手段就是旋转的变化，对，跟节奏上的变化，就是把对手的节奏打乱了。可以这么说。对，那第二个优势就是因为颗粒比较不吃旋转，对，所以对方的发球，我管你发什么来，我就是敲回去，敲得漂亮为主。甚至最简单的、最基本的概念，平球过来我敲回去变下旋，下旋过来我敲回去变会变不转的，会变不转的。光这件事情来回球就是反过来的。那今天林教练要帮我们分享哪些主题？我今天会教各位怎么使用颗的技巧，然后撞击的技巧，甚至还有滑的技巧，然后还有防守段怎么去运用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基本动作跟平面的差异在哪边？上旋球过来的时候，长颗粒是往下磕的；下旋球过来的时候，它是往前撞的。撞的这个是长颗粒的攻击手段，所以都会以搭配用撞的为主。所以我们先讲磕的技巧如何磕。在磕的时候会抓球的起跳点，这个距离就够了。球点如果比较短，我的手要可以拿进来台内，不能离太远的距离，因为一起跳比较好借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时候我们才借得到力。如果让球跳到太后面，我们反而会借不到力。那脚步嘞，基本上都是会在右脚，右脚会去找球。我的力量主要会放在食指的部位，比较多球友一些长颗粒的问题是，他的力量会在手肘，他的力量会在手肘，会导致他没办法很灵活的去敲这颗球，会导致他这个球敲的时间会变拖长，对，会拖长。所以打长颗的时候，力量一定要保持在食指，然后手腕一定要可以灵活去运用。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。我们在磕的时候，一定要手要拿得进来里面找球，然后力量要在食指，力量要在食指，在食指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刚刚有讲到，长颗粒主要是打节奏上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磕的时候，这个球不是我们的攻击手段？这个球尽量要把球碰短一点。对，像这个就有点大拇指推到球了。大拇指不能推到球。对，它就是要保持在食指上，然后球磕的时候尽量要把球磕短。对，要把球尽量磕半出台。借力的概念。对，这就是我讲的节奏上的变化。因为这个技术不是进攻的手段，所以尽量不要敲给对手拉。如果我敲太高，就很容易被他攻击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球尽量要控制住对手。只要是上旋球，就是用磕的技术。然后尽量磕半出台是最漂亮的。对，不用追求到要短球，但是尽量就是让对手没有太多出手的空间，比较好控制住对手，然后打得出节奏上的变化。这手感真的要练呢。然后，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蝴蝶的长颗粒，它是有海绵的。有海绵跟没海绵差在哪边？差在一个力道。没海绵的长颗粒比较适合进台，就是它比较吃得到板子的力量，手上会比较好控制。有加一片海绵，它就会加一个弹性，然后会导致球会变稍微慢一点。好像没海绵，我会选择没海绵的，对，我可以直接从木板传达那个手感给我自己。对，有海绵好像隔了一层膜，就是它多了一层海绵，可能那个手感会离我更有一点点距离感。对，你是用没海绵的。
对，美海绵的。然后这边要跟观众提一件事情哈，因为美海绵的颗粒不小心它的染色剂没有这么饱和，尤其是红色的长颗粒，它会容易透到板子，看到板子的 logo 或颜色，这件事情是违规的，对不对？是违规的。就是，那我刚刚有询问一下林教练，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？就是要把板子换成浅色的。要不然就是颗粒要换黑色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一点要提醒观众。林教练，我们现在是下一个动作是教什么？就是反手撞击的技巧，一个长颗粒的攻击手段。哦，这个主要是要追求一个爆发力，哦，主要是追求一个瞬间发力的感觉。OK， 瞬间发力的感觉就是像我讲的，要打出节奏上的变化。刚刚磕我们是减力的感觉，撞的时候是一个发力的感觉。长颗粒的攻击的技术，所以撞就听起来就是长颗粒的攻击方式就对了。对，这是它的攻击方式。那它通常用在哪边？就是人家下旋球过来的时候，哦，人家下旋球，它只要一切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球我们就会使用用撞的方式去撞。听起来就是下旋球可以攻击的意思。好，那动作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？第一个，我们的拍面要稍微斜斜的，因为球是下旋的，所以有点像是切球的拍面。对，我们要打到球的中下部的位置，中下部的位置，然后稍微往前上方出去，球就不会下网。那我们尽量要找球的时间点，磕的时候球的起跳点，撞的时候会撞到球的最高点的位置，这两个时间点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要打出长颗粒的特色，就是一个减力，一个发力的感觉。节奏上的变化，对手就会比较难掌握。比较多球友的状况是磕得太大力，加上撞击了，那节奏就会太固定。节奏太固定，那相对的对手打起来就不会有太多的威胁。所以磕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我们的进攻手段，我们尽量就小力一点，借力就好了。然后撞击的时候再瞬间爆发就好了。这样换我撞，来。对，要瞬间发力的感觉，手指头瞬间发力的感觉，感觉是食指带动前臂的感觉，食指带动前臂，瞬间带动前臂收紧，瞬间有个拍子握紧的感觉。对，对，瞬间。哦，哎呦，跟刚刚的感觉又不一样了。所以其实往上没有太多，一点点而已。对，一点点而已。哦，哎，各位观众也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质量，我们修正完之后的质量比刚刚在速度又在更快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强调那个爆发力，手上爆发力。对，所以说动作不能大，动作一大它就会分散。对，就撞一下而已。对，所以要瞬间爆发力。哦，瞬间爆发。哎呦，刮的时候一样，球要摩擦到球的中下部的位置。然后力量一样要保持在食指，然后做一个像是拔剑的动作，从左到右去做摩擦，就可以把人家的旋转抵消掉，从左到右去摩擦。那击球时间点呢？大概是抓球的上升点的位置。磕的时候就是尽量早一点，因为磕的主要用意就是借力，所以要等球的起跳点的时候，手上去放一下，去借力的感觉。然后撞的时候会需要等球跳高一点，最高处，对，最高点，所以我们会抓球最高点，我们要让球会过网，所以撞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，等球跳最高点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做瞬间发力的动作，对，然后刮的时候会等球起跳，抓球的起跳上升点的时候去做刮的动作，等于是比磕再晚一点点，对，然后比撞再早一点。正常的时候，常规主要正常的打法还是以磕跟撞为主。那为什么要刮？刮的话，主要就是搭配，然后做一个突然的变化。那刮的原因是吊边的假动作，怎么样的球可以刮？
就是下旋球的时候比较会运用到刮的技术。那刮过去会是什么球？刮的时候会变成有点带侧旋，因为它是往旁边摩擦的，更飘一点就对了。对，会比较飘一点。刮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如果今天是下旋球的时候，一样拍面要拿斜斜的，拍面一样要打到球的稍微中下部的位置，然后动作不用太大。长颗粒打球的时候，动作基本上就是一瞬间的，所以动作一定比较大，力量一样是控制在食指。控制在食指，然后可以配合身体的重量往下压。这个技术也不是一个攻击的手段，所以这个技术力量刚好就好了。换我来刮了哈，像这个有点撞太多了，撞太多，对，要磨的感觉，对，要点磨的感觉。像这个都有点撞太多了，对，要磨的感觉。哦，声音不太一样，对。所以这种球越边角越好，等于是一个逆方向的球路，不要太追求要很大力。哦，放松一点。对，要放松一点。然后身体重量可以往一样的方向压，就是要配合身体压过去加速。对，身体的重力加速。今天这一集呢，非常开心，感谢我们的林教练。什么样的人会建议他换长颗粒？对，就是如果打平面，他反手技术受限，他肢体可能比较僵硬，他跟人家反手相持的时候，他占不到便宜的人，或者是脚步移位比较慢的人，那会比较建议他打颗粒。甚至我看很多的小学女生，因为她们可能力量不够，甚至还没长高，对，所以她不是脚步不好，只是不见得跑得到。我今天的心得是这样，就是长颗粒的部分再大力都没有那种正手拉球那么大力，对，所以它其实算省力的打法，对，所以可能在这边可以建议，比方说你上了年纪，你的肌肉量不够了，或者是你是小朋友没什么肌肉，其实都蛮适合换成长颗粒的哈。对，只是换了之后，你必须要重新抓手感，打法都不太一样，对，连弹跳的方式、节奏也会不太一样。对，什么样的球型、球路敲过去的下旋是最赚的？长颗粒的旋转主要都是借来的，所以一定是你旋转拉过来越强，那我回去的旋转，它反旋转就会越强。今天我们的拍摄呢，感谢我们的骑兵桌球的林教练。如果你有对长颗粒有兴趣，甚至你对乒乓球有兴趣，正好住内湖，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的内湖的骑兵桌球2023年全新开幕的场地。这个场地是我近年拍过非常高级的场地，非常的舒适。我刚刚跟老板确认过了哈，这边有很多职业的选手、专业的教练、资深的教练。你来，你只要说你是看我的影片来报名课程，每10堂就送你1堂课免费上，但是那一堂不是我帮你上哦，我帮你上价钱会不一样，好吧？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骑兵桌球林教练，那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订阅分享，希望这集你会喜欢，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！堂课还有下集哦。上集的这些什么基本运用，这些运用我都会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的部分，对。